敲桌子、抖腿、扯领带。考生表现得如此慌张，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场年薪千万的招聘考试，还因为试卷是一张空白纸，没有题目，如何作答？他们觉得试卷上应该会有隐藏的题目。有人提出，试卷有可能类似 pH 试纸，只有遇到酸性或碱性的液体才能显形。可这个方法有个弊端，如果失败，就等于是损坏试卷被淘汰，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做实验。眼看时间1分1秒过去，杰克突然想起，规则说不能损坏自己的试卷，没有说不能损坏别人的呀。他拿出刚才被淘汰考生的试卷，用笔在上面一通乱画，果然他没有被淘汰，试卷有了，那么现在就差酸碱液体了。杰克把试卷分成4份，将其中1份给了老黑，让他用口水试一下，然后杰克自己走到一边的角落，用尿液去试。众人满怀期待，但结果依旧没有惊喜。这找个题目都这么难，是不是说只要找到题目，就算面试成功呢？大家瞬间来了精神，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表现自己，给未来的领导留个好印象。卷发女又想到了主意，这房间里除了他们7个考生，不是还有一个 NPC 吗？规则说不能跟他说话，没说不能碰他呀。看来在杰克的影响下，都学会了钻字眼，说不定答案还真就在安保身上。他走过去，把手伸进安保的兜里，里面果然有东西，一个打火机。他推测，只要触发房顶的火警系统，就会喷出特殊液体，而这种液体就可以让白纸上的题目显形。说干就干，他搬过凳子，踩上去，将打火机对准，但这点火苗根本触发不了火警。杰克把废旧的试卷递给他，他点燃，举起，他成功了，液体喷溅而出。众人用试卷去接，可结果依旧很失望，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水，题目不仅没有显形，卷发女还被淘汰了。原来杰克刚才偷偷掉了包，他刚刚点燃的是他自己的试卷。老黑认为杰克的做法很恶心，上前跟他理论。可这时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，原来这里的灯是声控的，只要有人喊关灯，他就会关；喊开灯，他也会开。眼看时间不多了，杰克变得丧心病狂。他走到一个聋子面前，骗他撕掉了自己的试卷，还哄他把试卷放进了嘴里。不出意外，聋子被淘汰了。见杰克用这种方式整人，老黑怒了，他一拳把杰克打晕，绑起来堵住嘴，以免他再次胡言乱语引发内讧。这时众人缓过神来，想起刚才老黑打晕杰克之前，杰克说了一句他已经知道题目是什么了。于是他们把杰克弄醒，迫不及待逼问他题目是什么。可杰克突然大喊说他要吃药，因为他患有一种疾病，除了睡觉的时候，每过1个小时都必须吃1颗药，不然他很快就会死掉。杰克恳求喂他吃药，作为交换，他可以说出题目是什么。说着他变得很虚弱，金发姐不忍心去帮他拿药，可他的口袋里根本没有药，看来是被人给偷走了。很快杰克因为吃不到药出现晕厥，